希文，莫要说这些狠话，让孩子伤心这一个个伪善的连嘴，实在是让我恶心。从小到大，我听过无数传言。我的母亲阮希文，才貌无双，温文尔雅，是京城第一贵女。但我今夜见到的，却是一个深闺怨妇，性情古怪，面目可憎。这些年来，她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不知姐夫有何要紧事，非要现在问。三小姐不错吗？多谢姐夫关心，我站着便好。深夜拜访，本想问你儋州凶案之事，不料管了一桩闲事，不但无人感激，反倒叫人多生嫌弃。姐夫乃大理寺少卿，不知为何对远在儋州的一桩小小命案竟如此上心。毕竟都是一家人嘛，我自然要早日将凶手抓捕归案了。三小姐，你要的答案得到了吗？不知姐夫所言何意？那你为何故意激怒引诱庄宇之，迫使他口不择言，说要害你？姐夫说笑了，我怎敢如此啊？那我来替你说吧。你讲述这样一番轩然大波，全因你初入庄府。这庄家的每一个人于你而言，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他们性情如何，彼此关系亲疏，家中地位高低，你一概不知。人人又对你避之不及，所以你迫切地想要摸清楚每个人的底细，每个人对你的态度，以及谁才是这庄家愿意接纳你之人，以此找到自身依靠。我说的对吗？韩燕自幼长于乡野，性子愚钝，不明白姐夫所言何意。那个刺客是你引来的吧？姐夫，男女大防，请你自重。对我来说，犯人不分男女。你再如此轻薄于我，我便叫人了。不如我帮你叫，让大家都来看看，从儋州至京城，千里迢迢，艰难险阻，你一个弱女子是如何独行抵达？我现在唯一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何要回来？韩燕自小寄人篱下，此次回京，只是想要一个家。这是大理寺秘制的伤药，你拿去用吧。放心，无毒。庄寒燕，这里是京城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
小姐起床更衣。阿聪，来吃。姐，昨夜只管让他们母女俩闹去，不知道你跟小娘凑什么热闹，平白各自挨了一顿打吧。你这蠢货还不懂小娘的良苦用心。若不是我俩趁乱闹这一场，只怕是今日我还在剑夹阁里关着呢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二姐姐，你跟小娘真奸诈。你这狗嘴里还真吐不出什么象牙。如何？奴婢去问过了，说是老太太将人都请去永寿堂了。知道了。三小姐，只怕各位主人们都过不来了，不如您先用膳吧。也好。爹爹难道连儿子的前程都不顾了，非要护下那只赤脚鬼吗？爹爹若真要留下他，那便是想要赶我走。羽山，住口！还有你，行刺之事，傅家的姑爷自会查个清楚。你爹爹给你取名叫羽池，就是希冀你事事都三思而后行，你却惯口无遮拦的。你说你怎么也不长点记性啊？那就让祖母来评评理。咱们家谁能容得下他？是啊，我个妇道人家，见识短浅，我还能评出什么道理啊？世阳一家之主，世阳娘都听你的啊！我是翰林院辩修，官职虽小，却也入朝为官多年。这满城的官宦人家都看着咱们，我要是把回来的女儿拒之门外，以后怎么做人呢？再说，韩燕本来就乖巧，也无半点过错，你们就不能容下她吗？老爷，你先别急，昨夜韩侍郎可有松口啊？松了，大年初一之前把韩燕赶出家门，这才能答应把千金女儿嫁到咱们庄府。那就赶出去吧。对呀，我在朝中本就无权无势，这韩文正看不上咱家门第，他抓住了这个把柄，肯定不松手。要不我说就算了啊。父亲，若檀儿不能进家门，我便做一身袈裟上山当和尚去。说什么呢你？气死我你！你是我们庄家唯一的儿子，更是爹爹和你小娘今后唯一的指望，怎么能说这胡话？老爷，奴婢有个蠢想法，不知道当不当讲。说来听听。这俗话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三小姐已过及笄之年，也到了出阁嫁人的年纪了吧？您先别走啊，我还没有说完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如果周家的不行，
那咱们可以考虑考虑孙家啊，咱们都是可以商量的呀。夫人，我实在是帮不了这个忙啊！别，哎，梅姬您随便开，我们愿意出高价。如何？已经是第6位媒婆了，但也逃了。劳烦你再去看看。是。那位大理寺少卿还没有动静，出了城就再没回来。你觉得他去哪儿了？只看方向，是往南。儋州。我担心你，没敢追太远。庄家在为你张罗婚事，赤脚鬼之名早已传遍京城，门人都不愿接手这晦气差事，哪有正经人家愿意求娶？你有意嫁人？自然不愿。只是我既已选择回京，便不能再总是如此受人拿捏。这赤脚鬼的污名，我不能再担在身上了。这郑大人呢，一直说要吃这姜母鸭，那必须得是咱们义南的老姜，味道才正。哎，还有呢，邓大人心心念念的马蹄酥，还有这土笋冻。哦，对了，如意，一会儿你去地窖拿一些我的咏春素出来，我倒是也馋了。好，这每到年关，他们总是要辛苦老爷费心设下这义南大宴。大家是异地同乡，又是京中同僚，能看中我的厨艺，我还能拿翘不做不成？都是人情往来，咱们府上热闹热闹也是好的。这次啊，好不容易将韩侍郎请来，那还能把尉迟的婚事再说和说和。哎，那韩燕的婚事，妾身无能，此事实在是难办。这不能怪你。段真人当年说起那赤脚鬼一事，我觉得那纯粹就是凑巧。咱们庄家儿女能出什么妖邪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爷，老太太她撞邪了！啊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母亲，老爷，老太太刚睡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是凌晨病倒的，高烧不退，满口呓语，还说说什么？说半夜有鬼怪进门，青面獠牙，赤着双足，还说要索她的命。老爷，老太太这症状，会不会步老太爷后尘呢？奴婢也是家里的老人了，这些年轻的丫头不知当年的情形，可奴婢还记得一清二楚啊。老爷，明日便是义南家宴了，是否要改期啊？请柬都送出去了，如何改？今夜我们就守在这儿，多请几个郎中来看看。明日要将永寿堂看好了，莫要让母亲受到惊扰。我们就在前院开席，午后也就散了。是，奴婢明白。满院都传疯了，说老太太病重，症状与当年老太爷一模一样，全都是因为三小姐你。今日家中可有道人登门来往？道人，似乎不曾见过。难道是故伎重演？
见过二姐。妹妹房中的炭火怎如此熏眼睛？是下人办事不力？去把窗户打开，通通风，再给三小姐送上好的银骨炭来。这被褥也太薄了些吧？三小姐自小在南方长大，可经受不住咱们京城的冬天，去换几床厚实的来吧。二姐，韩燕入府不过几日，自问没得罪过您。三妹妹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父亲和小娘守在永寿堂，脱不开身，我这个做姐姐的特来照顾你的饮食起居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呢？妹妹不敢，多谢二姐。识趣便好。走。三小姐，只怕这被褥和炭火是送不回来了。去把窗关上吧。是。二姐姐，还是二姐姐手段高明，看今晚不冻死的。你日后要长点记性，别总是喊打喊杀的，平白让人诬陷。哎，爹爹和小娘都不愿意为我出头，如今也只有二姐姐和我同心。二姐姐，你说我和檀儿的婚事是不是无望了？别急，明日父亲设家宴，你见到韩伯伯要恭恭敬敬的敬酒斟茶，别再耍你那犟驴脾气。剩下的姐姐自会与你一同筹谋。还是二姐姐最疼我。等父亲发了压岁钱，我就去安子局走一趟，把你上次中意的那只鎏金柏木鞍买回来，配上阿苏一定鹦鹉极了。真的？嗯，就你会讨我欢心。哎呀，等我把檀儿娶进门，韩伯伯一定会帮我谋个大官，未来再成了咱们庄府家主，一定不让二姐姐受任何人欺负。行了，明日先哄好你那准岳父再说吧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还嫌这院子里不够乱？我来找老爷。天大的笑话！老太太病重，老爷在床前侍奉尽孝，你有什么狗屁倒灶的事情，也敢现在来叨扰？劳烦您帮忙通报一声，是关于三小姐的事情。哎，去！触了老爷眉头，仔细剥了你这身皮。走。如何？狼儿死死守在永寿堂院门前，就防着咱们呢，半句话都递不进去。咱们庄家二姐做事真是滴水不漏。小姐，要不去别的院子里避一避？不用了，我有这大氅披着也能御寒。小姐，你回去吧，我要歇歇了。是。这是什么？情况究竟如何？你可打听到了？打听到了。当年赤脚鬼一事，是一个自称段天师的人所为。他已经来京城了，是吗？是，昨日入城。祖母生病果然蹊跷，看来
有人不愿我留在庄府，要将17年前的赤脚鬼一事在庄家重演一遍。既然如此，你也该另做打算。时间不多了，只怕明日那断天师便要登门。如今，你还有几成胜算？敌暗我明，更不知那背后之人又会如何算计，设下了怎样的局。但是今夜拿到了这个，或许可釜底抽薪。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里，赤脚鬼这3个字一直都是悬在我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。在得知祖母身患怪病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猜到今日这番情形。那3清里像是我的紧箍咒，我早已经知晓这一天总会到来。纵然措手不及，但这一次必须要恶人认尊，真相大白。作为庄家嫡女，我要在京城立足，我必须先摆脱这17年的淤泥。